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马上要过春节了，我知道很多朋友都投资中国的 A 股，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作为我送给各位老铁们的春节礼物。今天节目的标题就是 A 股散户必看，中国最有良心的股票分析师李大霄的金玉良言。李大霄给准备入场炒股票的朋友们最有价值的建议如下：弘扬价值投资。价值投资需要克服人性的弱点，这是非常困难的。价值投资仅仅是极少数人能够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做到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对每个人都是极大的挑战，是一场艰难的修行，绝对不可能被大部分人接受。没有决心修行的人应该远离股票，所以没有价值投资决心的朋友们，请远离股票。股票预测会受到多种因素，甚至是不可抗力的影响而发生偏差，特别是短期预测受影响的因素会更加多，所以这些仅仅是个人的观点，绝对不能作为操作的依据。我在早期的时候满怀渴望的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观点鲜明、立场坚定的分析员，这样我就可以长期跟踪他的观点，来与我自己的判断进行印证。但是苦苦寻找了多年未果，最后还是我自己来吧。前瞻才是价值，同步只是解析，滞后那是回顾。看看现在绝大部分的证券从业机构的人员，每年每人都做年终总结，很少有人每年每人做新一年的预测，所以养成的习惯都是绝大部分人都做回顾的工作，极少有人去做解析工作，几乎没有人愿意做前瞻性的工作，因为前瞻会被骂，会被嘲笑，被围攻，被威胁，被恐吓。看过我微博评论的人就能够理解我被无数的人谩骂、嘲笑、围攻、威胁、恐吓，所以不能要求更多的人牺牲自己，这个工作只能由我自己来做。准确前瞻的判断才能够增加取胜的概率，所以立场鲜明的观点才会对其他人有所帮助。模棱两可只会浪费自己的生命和读者的生命。鲜明的观点有时候也会出错，而出了错就会挨骂，所以绝大部分人不愿意去做。但模棱两可又浪费生命，我又不愿意做。况且鲁迅先生说过，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那怎么办呢？还是选择不浪费生命吧。我的生命很宝贵，读者朋友的生命和时间更加宝贵，这就是我选择鲜明观点的原因。不喜欢鲜明观点的人，请远离李大霄。为什么要预测点位呢？为什么要给底部和顶部起名字呢？是为了更加极致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已。不喜欢鲜明表达自己观点的朋友，请远离李大霄。其实喜欢隐悟含蓄的表达的人有很多，模棱两可、难得糊涂的人就更加普遍了。那为什么要进行短期预测呢？其实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预测对每个投资者都很需要，操作上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周期来进行，只是预测周期越来越短，预测准确的难度也越来越大，预测不确定性就越来越高，所以绝大部分分析员都回避短期，纷纷的放弃。那为什么大家要对一个探索者，甚至是唯一一个探索者横加指责呢？我觉得如果分析员仅仅只做出100年的预测，可以参考的意义就非常有限。短期预测并不影响本人进行价值投资理念的传播，甚至还有助于扩大价值投资理念的传播。而股票投资更加多与具体投资标的相关，而与指数并不完全相关。除非是指数产品，股票投资成功取决于投资者本身的能力，投资并不一定每个人必然获得成功。投资成功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结果，只有排列在前面的人才能取得成功。投资之前一定要有多种准备。股票市场风险巨大，只有做好人买好股才能得到好的回报。可是绝大部分人恰恰相反，其实绝大部分人连最基本的好人坏人都分不清楚。大家看看市场上骗子到处横行就知道了，连警察上门苦劝3天不要转钱给骗子都不相信，你说这种人怎么能分辨好股坏股呢？股票投资一定要量力而为，必须闲钱余钱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才能够更加久远。重要的话我说3遍，必须闲钱余钱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必须闲钱余钱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
可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不遵守，绝大部分的人都不懂价值，更加缺乏理性，闲钱余钱投资的原则更加被他们抛弃了。只有拥抱好股票，远离那些高估的五类股票，才能够实现幸福美好的人生。可是绝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这就是大部分股民亏钱的根源。应该底部进场，顶部出场，可是绝大部分人恰恰相反，底部出场，顶部进场。那些人还痛骂李大骁，最优秀的股票都是了若成薪的，非常少，而平庸的股票是数量很多的，高估的股票数量是更多了。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李大骁是坏人，李大骁弘扬的好股票一定是害人的，而李大骁说要远离的高估值的五类股票一定是要去拥抱的。有了这种选股思维，怎么能不亏呢？亏损之后就开始谩骂李大骁，但这并不会改变亏损的事实，而应该反省自己才能进步。下面是必须远离的高估值的五类股票。第一，小盘股票。所谓小盘股票，指的是流通盘1个亿以下的股票。小盘股票目前的 P/E 市盈率估值是75倍，PB 市净率估值是 6.6 倍。如果通过现金分红收回成本需要275年。小盘股票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估值和市场的强烈追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高送转不断拆分和扩张股本的预期。由于高送转行为逐渐受到监管层严厉的限制，小盘股票的生存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二，次新股。所谓次新股，指的就是上市时间不满1年的股票。次新股目前的 P/E 市盈率估值是37倍，PB 市净率的估值是 5.19 倍。通过现金分红收回成本需要115年。而以今年涨幅最高时计算，次新股 P/E 市盈率估值更是高达80倍。与之对比的是，中石油上市当天，上证指数接近6000点的位置，其最高股价对应的 P/E 市盈率估值也只有50倍左右，可见次新股炒作的疯狂。事实上，在监管层对市场操纵保持高压的态势之下，次新股的炒作逻辑终将失去支撑。而从价值投资的角度上讲，次新股早晚会变成老股，过高的估值也必将逐渐回归理性。在高位接盘的散户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要做了接盘侠。第三，垃圾股。所谓垃圾股，指的就是每股利润不足1分钱的股票，甚至是亏损股票。垃圾股目前的 P/E 市盈率估值是52倍，PB 市净率估值是 3.62 倍。如果想通过现金分红收回成本，需要528年。垃圾股的生存环境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今年以来， IPO 也就是发行新股的节奏明显加快，基本保持每周10家左右的频率。垃圾股的可价值大不如前，面临监管层对借壳和重组的种种限制，更让垃圾股乌鸡变凤凰的美梦越来越难以实现了。第四，题材股。所谓的题材股，指的就是总市值不超过50亿的题材股票。题材股目前的 P/E 市盈率估值是76倍，PB 市净率估值 4.77 倍。如果想通过现金分红收回成本，需要489年。题材股最近成为市场热点，也成为监管重点，被停盘、被约谈的公司非常多，走势也逐渐出现很大的分化。其实，对于一个重大题材性事件来讲，只有大公司、好公司才能真正获益。那些三流的、仅仅具有地域想象力的公司，其实是得不到任何什么实际好处的，甚至可能在事件发展中逐渐被边缘化、隔离化。题材股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之后，那些仅仅通过概念炒作的题材股面临重大的下跌风险。第五，伪成长股。所谓伪成长股，指的就是每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低于 10% 的股票。伪成长股的目前 P/E 市盈率的估值83倍，PB 市净率估值 4.43 倍。如果想通过现金分红收回成本，需要463年。伪成长股的高估值其实就是空中楼阁，本身业绩难以支撑，靠的是击鼓传花似的非理性的炒作风气。但是丑媳妇总要是见公婆的，每年业绩公布的时候，就是伪成长股画笔被撕开的时刻，也就是价值回归的时刻，股价将会大幅下跌的时刻。人的人性往往只想听取与自己相同的观点，绝大部分的股民都是亏损的，所以就会有股市的谚语“7亏2平1赚钱”的说法。这个铁一般的事实证明，
绝大部分的人思维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思维往往只认同与自己相同的观点和意见，拒绝与自己相左的意见。而我的短期预测一定会有正确与错误，当正确时谩骂，而错误时听取，亏损的悲剧就此发生了。谦虚使人进步，投资需要步骤，绝大部分人都不按步骤，这就是亏损的根源。牛市也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赚钱，其实牛市更容易亏钱。我下面有9个步骤供散户朋友们参考。第一，银行储蓄2年。第二，货币式基金2年。第三，买债券式基金3年。第四，买混合式基金3年。第五，买指数式基金5年。第六，买股票式基金5年。第七，买蓝筹股10年。第八，买成长股10年。第九，买入更高级别的投资产品。注意，每个步骤都是要在成功之后才能进入下一个步骤特别聪明的除外，切勿跳级。每一级都有成功和不成功的2种可能性。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功的股市投资者或股民需要12个条件，但绝大部分人都不满足这些条件。条件1，必须是价值投资者。李大霄坚持价值投资，不认同这个理念的话很难沟通。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是2个不同的门派，就像少林派和武当派是无法结合在一起的。第二，投资者必须要有一定的年龄。美国股神巴菲特的合伙人芒格先生说过，40岁以上的投资者才懂得价值投资。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当然很聪明的年轻人例外，年轻人如果懂价值投资的话，那就是超人了。第三，投资者必须要有一定的阅历和学识，需要具备一定的金融知识，需要了解各种各样的门派和老师。第四，必须要有判断是非黑白的能力，具备这个能力才能进入股市。很多人亏损是因为不能辨明是非，不能分辨黑白，至少也要有能力能够分辨出好人和坏人，这个是减少亏损的一个基本条件。第五，股票投资一定要量力而为，需要用闲钱余钱进行投资。使用急用的钱去投资的，比如看病、上学、养老、买房、结婚的钱，是不会在股市成功的。第六，必须远离杠杆。我坚持投资要远离杠杆，使用杠杆的人心态就不会稳定。买股票和买房不同，买房可以用杠杆，因为银行借钱的时候是算清楚了你的还款能力的，但投资股票的人一定不能使用杠杆，否则会死得很难看。第七，必须要有稳定的收入，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没有稳定收入的人最好不要进入股市，只有具备源源不绝的后续资金和收入来源，心态才能稳定。买股票的时候想象一下行情，假如停止10年交易都可以接受的话，那就可以买股票。如果连停止1天交易都无法接受的话，就不要买股票。第八，必须是长期投资者，要看到股票以后的发展前途，远离黑五类股票，要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进入，这和现在不适合买过于昂贵次新股是一样的道理。第九，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些人意志比较薄弱，有些人越艰难越困苦，反而越刚强。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人才能在股市中成功。在地球顶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要忍住诱惑，不能够光看到别人赚钱，要耐得住寂寞不买股票。在钻石底的时候，别人不敢买入的时候，要大胆的买入低估的好股票。第十，必须要有稳定的心态和情绪。投资者的情绪会表现在投资的整个过程之中，不能急躁，因为财不入急门。第11，必须要有良好的家庭关系，无论是父母的爱、子女的爱、爱人的爱还是朋友的爱，在最困难的时候，关爱是很关键的。这个因素是很多投资人所忽视的，特别是当你面临亏损、面临短线的失败，父母和子女、爱人和朋友的关爱可以给你莫大的安慰，可以让你坚持下去。第12，必须要有坚定的立场。滑头们是没有立场的，立场摇摆不定的人必须远离股市。现实生活中大家都不喜欢滑头，但是股市中很多人都以做滑头为荣，令人匪夷所思。中国股市割韭菜的人非常多，救人者非常少，因为割韭菜的人赚钱，救人者不赚钱，还因为割韭菜容易，救人难。引人走邪道容易，引人走正道难；引人做坏人容易，引人做好人难。
但总得要有人去做后者，虽然后者要付出挨骂的代价，但如果在1万人之中能够救出1个2个，岂不是善莫大焉？再次强烈呼吁，在网络上面大家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共同形成良好的交流环境，远离谩骂，远离攻击。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人存在，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想法，这个世界才如此丰富多彩。如果能够求同存异，维护思想的多样性，容纳不同的观点，达到共同提高、战胜市场、收获财富的目的，岂不是不亦乐乎？你赚钱的时候也不会分1分钱给李大霄，所以亏损的时候也没有谩骂李大霄的权利。李大霄是好人，好人才能理解李大霄，好人会有好报。下面大家请看中国最有良心的股票分析师李大霄在2011年呼吁保护散户，中国股市才能健康发展的视频。我们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我们能够一下子能够全球第2。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中国大发展几十年没有问题。就是资本的公平性，如何对待国企、民企、国家的钱和老百姓的钱，如果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来看待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可能会更有意义。也就是资本到底是谁的钱才更值钱，或者是谁的钱应该保护，谁的钱不应该保护。我觉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了20年，全球第2大市值，24万亿的市值，它的钱谁投的？老百姓投的。机构拿出背后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基金公司的钱都是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的钱是不是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小散户、小散民的钱是不是得到跟国家的钱同样重要，跟国企的钱同样重要？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我们有这个深层次的探讨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意义更大一些。如果是这样，因为你首先你要承认这24万亿的市值是由老百姓一分一分的1.3亿的老百姓撑起来的市值，那这样最大的贡献是谁？最大的贡献是老百姓出钱。那我们对老百姓出这个钱，怎么样去尊重它、保护它，让它能够放在一个社会的非常高的位置上？这是投资人来进行尊重它，它是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应该是这样定义这个老百姓的钱。那现在市场发展到这个阶段，现在我们面临的投资人不足的问题，很多人不炒股票了我们去炒黄金、炒艺术品、炒我们去银行的理财产品，我们去炒中药、炒其他的东西去了。为什么？很多投资人发现这个问题了，这个市场好像我进入这个并没有创造财富。我觉得一个市场，如果你要更进一步的公平的、快速的、飞速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首先把融资者跟投资者的中间的这个平衡点要找正。我觉得既不能偏向投资者，又不能偏向融资者，中间要取得一个阶段性，或者是中间找到这个平衡点，才能够大发展。如果能够先把这个定位先搞清楚，我们这个市场，我既为融资者服务的同时，我还要照顾一下我为投资人创造一些财富。如果能够有这个定位的话，高定价发行的问题，回报投资人的问题，股权文化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有的损害投资人这个利益向融资者倾斜的政策，我跟一个 PE 的这个泰斗谈过这个问题，在深交所，他的观点是这样：现在做 PE 没风险，谁说做 PE 有风险？我 PE 有盈利好得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的规则出现问题了。
规则出现问题，竟然是使到 PE 们一开始他就赚大钱了。这个不对 ，PE 应该是有风险的。风险在哪里了？风险在二级市场接手的人一开始买就钱就被赚走了。这个问题是我强调的这个不公平性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资本市场有4大功能，融资功能现在实现了，定价功能没有实现，投资功能没有实现，资源配置功能没有实现，就实现了一个功能。成熟市场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它是自由的，自由的，当你发不出去的时候，PE 们就有风险了吧？是不是这样问题？当你这个市场这个发不出去，它这个定价就自然的调节为一个中性。市场好的时候，定价高一点；市场差的时候，定价低一点。那总的平均的定价是各个阶段人都有风险的。一买的人不会一买进去就被赚了，不会发生我们100倍市盈率发行的平均了。我们09年平均是接近100倍的市盈率发行啊，这什么概念啊？这个是完全开玩笑的概念。这个单斌先生在我的那个微博上回了一句：我最怕的是什么？我最怕的是高，只不过我们现在的投资人还不懂，还不成熟啊！100倍的市盈率，我平均市盈率100倍是什么概念？那是非常高的这个概念。但是我们现在的定价体系上，它并没有在这个貌似市场化的这个机制上，并没有成功的控制住这种一级市场的人的这种一口赚饱的这种心态，一下赚饱的这种心态呢，必须得用铁的纪律把它牢牢的限制住。这个就是我讲的是公平，是这个概念。请看李大霄在2018年12月在北京纪念中国金融改革40周年大会上作为唯一证券业代表的演讲视频。同志们，广大的散户朋友是中国股票市场最大的支持者、贡献者和奉献者。他们是功臣，我们应该保护他们，爱护他们，捍卫他们。政策的制定者要时时刻刻站在他们的立场来着想，他们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他们应该有更高的地位，他们不能叫股民，更不能叫韭菜，他们应该叫投资者。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我们能够政策的制定者能够爱护散户，保护散户，捍卫散户，让他们赚，中国股市何愁不好呢？作为散户，我们本身也要坚持余钱投资、理性投资、价值投资。我们要做好人，买好股，得好报。作为散户投资人，什么时候才能买股票呢？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才能买股票。跟着国家走，吃喝啥都有。要拥抱低估的龙头股、蓝筹股，远离高估的五类股票，方能实现幸福美好人生。投资者本身要以当股东为荣，要以上市公司共同发展为荣，要以长期投资为荣。而作为上市公司，
我代表投资者，希望要善待我们，要把我们的散户朋友当股东，要把我们的散户当自己人，要以回报散户为最终依归，要让我们赚钱，而不是赚我们的钱。别玩花样骗我们。我代表散户，希望中国股市达到3个平衡：融资者利益和投资者利益的平衡，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平衡，融资速度和引资速度的平衡。我代表投资者，希望中介机构要以100年老店为目标，让客户赚钱来发展，而不是靠赚客户的钱来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同志们，底部已经到来，政策底和市场底皆已成立了。在中国第2大经济体向第1大经济体进军的过程里面，一大批的好企业将会脱颖而出，中国的蓝筹股将会从只国内的投资人拥有变成向全球投资人拥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在低位牢牢地抱住他们，不要在空头渲染的一片悲观与绝望中被人骗走了，被外国的投资人拿走了。同志们，好东西已经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剩下的不要再被人拿走了。我呼吁养老金要在外资大量配置完成之前完成配置。我们谈谈2021年中国股市的大的趋势。第一个呢，是随着疫苗的推出，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呢在这个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里面的贡献不断抬升。第二个呢，是全球的利率水平将会缓慢抬升，商品价格将会不断上涨，这个是造就了整个的顺周期的这么一个行业复苏和崛起。第三个呢，是中概股的受压，使到中概股回归的这么一个过程逐渐加快。那么港股跟 A 股的这么一个重视程度呢，将会抬升。第四个呢，是上证50和沪深300已经创了13年的新高，那么中国的核心资产将会受到全球投资人的追捧。第五个呢，是长期资金的入市，方兴未艾。中国的居民储蓄通过公募基金入场刚刚开始。第六个就是退市制度的推出，使到整个市场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极分化将会呈现，好股票上行，高估的5类股票价值回归，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本期讲完了，节目制作不易，希望老铁们点赞留言，特别要转发，谢谢大家。